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房子，还有邻居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种房子，这里是一种房子，这里也是一种房子。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呢？我住的是楼房，楼房，这就是楼房。我住的是楼房，你呢？你住的是楼房吗？又或者你住的是这样的独立的房子？独立的房子，也就是和别的房子都分开的。你住的是独立的房子。我住的是楼房，我住的是楼房。你可以看到，这栋楼房有4层楼，4层楼，一层楼、2层楼、3层楼、4层楼。这栋楼房一共有4层楼。我住在几楼？我住在3楼。对，我住在这里，我住在3楼。你也住楼房吗？你住在几楼？请你回答。我住在，比如我住在5楼，我住在2楼，我住在1楼。我们再来看，这一层楼有3户人家。什么叫3户人家？也就是有3家人住在这里。1户人家、2户人家、3户人家。一层楼住了3户人家。你住的楼房，一层楼住了几户人家？几户人家？好，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楼房每一户的房子的外面其实是有一个阳台，这叫阳台。阳台，你住的房子有阳台吗？有的楼房有阳台，有的楼房没有阳台。比如我的邻居，哪里的邻居？我楼上的邻居，我楼上的邻居。我楼上的邻居很喜欢养花养草，对，他非常喜欢养花养草。这就是我的邻居，我的邻居，他喜欢养花养草，养花养草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有时候他会给花浇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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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水都掉到了我家的阳台上。我家的阳台上，我家的阳台上有很多水，有很多水。我旁边的邻居呢？我旁边的邻居，他家养了一只狗，他家养了一只狗，他家养了一只狗，但是他家的狗很听话，很听话，从来都不乱叫，非常安静，非常安静，非常安静，是一只很听话的狗，很听话的狗。有时候我的2个孩子会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我的孩子会站在阳台上看这只狗，看这只狗。我家的楼下呢，2楼，这里住着一户人家，他们家有3口人，有爸爸妈妈，还有他们刚出生的小宝宝，这个小宝宝有多大了呢？他只有10天大，只有10天大。有时候
我们会听到小宝宝在哭，哇哇哇哇，白天哭，晚上哭，什么意思呢？有时候他会白天哭，晚上的时候也哭，晚上的时候也哭。我家一楼，这里是我的邻居。对，一楼有一个邻居，他喜欢干什么呢？他喜欢唱歌，他喜欢唱歌。他经常在他洗澡的时候唱歌，尤其是每天早上7点半，他洗澡的时候都会唱歌，他喜欢干什么呢？他喜欢做饭，经常会闻到他做饭的香味，他做饭真的好香啊，我们都想吃，他做的饭很香。你喜欢做饭吗？还有，你洗澡的时候喜欢唱歌吗？有可能你会问，我们的楼房有电梯吗？电梯是什么意思？电梯，这里有按钮，上楼、下楼，按按钮，叮，上楼，按按钮，叮，下楼，这个就叫电梯。你住的楼房有电梯吗？我住的楼房没有电梯。如果想进这个楼房，这里有一个密码。什么叫密码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要按密码，滴滴滴滴滴，密码。这个楼房的密码是4位数，4个数字，4位数。我们的密码是多少呢？我们的密码很简单，这个楼房的密码是112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是楼房的密码。而且在门口还有一个视频电话。什么叫视频电话呢？就是这里可以看到打电话的人，有一个视频电话。比如我家的门牌号是301，我楼上的邻居他的门牌号是401，我楼下的邻居他家的门牌号是201，二楼这一家邻居的门牌号是203，楼下这个邻居的门牌号是103。如果你想来我家，你要先拨打视频电话，你可以在这里按301井号，301井，滋铃，我就接到了你的电话。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，嗨，你好。然后你再输入密码1122，就可以打开门了。我家住几楼？我家住3楼。我家的门牌号是301。我家住哪一栋楼？我家住3栋楼。
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城市和郊区。我们先来看看城市是什么，郊区是什么。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住在法国。法国是一个国家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法国的国旗。法国的国旗是蓝色、白色还有红色，这是法国的国旗。我住在法国，我住在法国的哪个城市呢？我住在巴黎吗？我住在巴黎吗？这是巴黎。我住在巴黎吗？我不住在巴黎市中心，我不住在巴黎市区，我住在大巴黎。大巴黎法语叫做 Île-de-France， 也就是巴黎的郊区。我住在郊区，这里就是郊区。郊区，距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就叫做郊区。而这里是巴黎市区，巴黎市区也可以叫巴黎市中心。你喜欢住在市区还是郊区？你现在住在市区还是郊区呢？现在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市区和郊区，我们来对比一下市区和郊区。我们先来看市区，市区有很多人，市区有很多人。市区还有什么呢？市区还有很多汽车，对，市区还有很多汽车。市区还有很多汽车。当一个城市有很多人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城市的人口，很多，人口很多就是表示有很多人的意思。但是呢，郊区的人口很少，比较少，对，比较少。市区的人口很多，郊区的人口很少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区的交通。市区有很多汽车，所以经常发生交通拥堵，你也可以说交通堵塞。就是大家的车都停在这里了，到处都是车，城市经常发生交通拥堵或者交通堵塞，大家的车都开得很慢，没有办法开很快，因为车太多了。大家的车为什么开得很慢呢？因为交通非常拥堵。在郊区呢？郊区有很多车吗？郊区的车不是很多，郊区没有很多车。这时候我们可以说郊区的交通比较通畅，你不需要总是停下来，而且开车的速度比较快。郊区的交通比较通畅，所以拥堵是表示很多车开不动了。拥堵，通畅，大家可以正常行驶，不用总是停下来，前面没有很多车，交通非常的通畅。我把拼音写在这里，交通通畅。而这里呢是交通拥堵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的生活环境。城市的人都住在楼房里，你家挨着我家，我家挨着你家。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居住环境、居住空间非常的拥挤。
居住空间比较拥挤的意思，就是指没有很多地方，你不可能有大花园，你不能有大花园，大家都是一个小小的阳台，都住在楼房里，我们的居住环境比较拥挤。但是在郊区就不一样了，在郊区很多人住在独立的房子里面，独立的房子。如果是楼房的话，楼房的楼层不是很高，大家的居住空间比较宽敞，有很多地方。比如有很多人有自己的花园，他们有自己的花园。住在楼房里的人呢，下楼之后可能就是森林，或者可以去湖边，他们的居住空间比较宽敞，有很多地方，居住空间比较宽敞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的生活。在城市大家可以做什么呢？比如说有博物馆。博物馆是什么地方？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很多的雕塑或者名画，我们可以参观博物馆。我们还可以去餐厅吃饭，城市里有很多的餐馆，你也可以说餐厅，我们可以去餐厅里吃饭，可以去餐馆吃饭。当然，在城市购物也很方便，城市里还有超市啊，到处都是超市，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一个小超市。如果你住在城市，下班后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你可以去餐厅吃饭，你可以去购物，到了周六周日，你还可以去博物馆。我们可以说城市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。如果你住在郊区，下班之后去哪里呢？下班之后大家都回家了，因为外面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，郊区没有博物馆，郊区也没有很多餐厅，比较少，而且关门很早。在郊区也可以购物，但是在郊区很多人要开汽车才能去购物。我们可以说，人们居住的地方离购物的地方比较远，所以呢，生活有时候不是特别方便，因为你去哪里都要开车。到了周六周日，人们一般会去森林散步，还有的人会骑自行车，对，他们会在森林骑自行车。但是在城市，如果你想运动的话，很有可能你会在人行道上跑步，很多人在人行道上跑步健身，又或者你要去健身房健身，最后我们来说说工作和学习。如果你住在城市的话，你有很多的工作机会，因为大城市有很多的大的公司，在城市里面有很多大的公司，所以城市里有很多工作机会。但是郊区一般没有什么大的公司，大的公司不会在郊区设立公司总部，所以工作的机会比较少。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在大城市教育资源也会更多一些，因为大城市有很多的大学，可是郊区一般没有大学。现在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，你喜欢住在市区还是郊区呢？你为什么喜欢住在市区？又或者你为什么喜欢住在郊区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每个星期六我都要去超市采购。采购是什么意思呢？采购就是去买东西，而且是买很多东西。比如我要买蔬菜、买水果、买肉类的食品，还要买一些
日用品。今天我带着大家一起去采购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喜欢吃的。看过前几期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住的是楼房，我家就在这里，我家在3楼。每个星期六我都要去一家超市采购，去一家超市买东西。我是怎么去的呢？我是走路去的吗？我不是走路去的，我是开车去的吗？我也不是开车去的，我是骑自行车。对，我有一辆自行车，我每个星期六都会骑自行车去采购。我都采购了什么呢？也就是我都买了什么？比如第一类我要买的是水果。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呢？在我们家，我一定要买香蕉，为什么一定要买香蕉呢？因为香蕉可以给我们快速补充能量，又不会让你发胖，所以我们家每个星期都会买香蕉。买多少香蕉呢？买4根香蕉吗？不是买4根香蕉，而是买1把香蕉。对，一大把香蕉，所以上面有很多根香蕉啊，是1把香蕉。我还会买什么呢？我还会买几个苹果。对，还会买几个苹果当然还会买梨。对，还会买一些梨。梨是一种秋天非常常见的水果，我买了几个梨。还买了什么呢？我还会买橙子。橙子是比较大的，对，是比较大的，这是橙子。橙子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橙子是橘黄色的。当我们把橙子切开，橙子里面的样子是这样的。橙子，对，这是橙子。对，这是切开的橙子。橘子比较小，橙子比较大，而且呢，橘子一般是一半一半的。什么叫一半呢？你看，这是一半橘子，这是一半橘子。每个星期六我都会采购一些水果，然后我买什么呢？然后我会买一些蔬菜，比如我会买西兰花。你喜欢吃西兰花吗？我的孩子不是特别喜欢吃西兰花但是西兰花对身体很好，所以我每个星期都会买西兰花。西兰花的样子特别像一棵树，对，它非常像一棵树。我还会买什么呢？我还会买一些番茄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番茄和西红柿有什么区别的话，请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，就可以知道番茄和西红柿有什么区别了。我还买什么蔬菜呢？我还会买黄瓜是比较长的，我会买黄瓜。还有什么呢？我还会买一些土豆。对，土豆。我还会买2个茄子，这个蔬菜叫做茄子。现在是秋天，而且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，所以我还会买一个南瓜。刚才我们说的是水果和蔬菜，还有什么呢？当然我们还会买肉类的食品。肉类都有什么肉呢？比如会买牛肉，对，会买牛肉。当然还会买鸡肉。
鸡肉，这个盒子里面装着长长的鸡肉。这个鸡肉为什么是这个形状的呢？因为它是鸡脯肉，鸡胸脯的肉，鸡脯肉。通常我会买牛肉和鸡肉。刚才我们买了一些水果，买了一些蔬菜，买了一些肉。现在我去买什么呢？现在我要去买早餐。在你的国家早餐吃什么呢？在法国，很多家庭的早餐吃的是麦片，吃的是麦片。还有什么呢？我们会吃面包，对，面包。法国有很多面包，这种面包中文叫长棍面包，因为它很长，像棍子一样，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长棍面包。你可能会问 croissant 用中文怎么说呢？中文用音译把它翻译成可颂面包。买完了早餐，现在我们要去买日用品。什么叫日用品？就是你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些东西，比如牙刷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牙膏，还有什么呢？比如我们平时洗手要用的洗手液，对，洗手用的洗手液，这个东西就叫做洗手液，液就是液体的意思。除了洗手液以外，我还会买一个香皂，因为我觉得香皂比较耐用，比较省钱，所以我会再买一个香皂。我们还会买垃圾袋。垃圾袋是什么东西呢？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垃圾桶。垃圾桶是一个桶，我们会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去，但是为了方便丢弃，所以还需要一个垃圾袋。垃圾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袋子，对，是一个袋子，可是它是塑料袋。说实话不是特别环保，是塑料袋。还有什么呢？我们还需要在洗手间，我们还需要卫生纸。这个东西叫卫生纸，它虽然一点都不卫生，但是叫做卫生纸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，那老师，放在家里的这么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一张一张的可以用来擤鼻子的，可以用来擦嘴的纸叫什么？这个叫做纸巾。那这个盒子就叫做纸巾盒。最后一个我要买的东西是零食。你喜欢吃零食吗？最常见的零食，比如薯片是用什么做的？薯片是用土豆做的，但是它叫薯片。还有什么呢？巧克力，我们每星期都会买巧克力的热量很大，可是巧克力真的太好吃了，我们忍不住想多吃一点巧克力。还有什么呢？当然孩子们最喜欢吃的就是糖果，各种各样的糖果。像这样的糖呢，我们叫做棒棒糖。如果是很软，而且还可以穿起来烤的这种糖呢，叫做棉花糖，因为它很软，像棉花一样。棉花糖。如果是很软的糖呢，有的是小熊的样子，是吧？这种糖叫做软糖，因为它也是比较软的是有弹性的软糖。而这个呢，特别软，我们叫棉花糖。吃了这么多糖，一定要记得刷牙，不然会怎么样？不然会长蛀牙。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我们要怎么拿呢？在超市里，
大家会推一辆购物车，对，你会推一辆购物车，这种车叫做购物车。购物车，在超市购物，你需要一辆购物车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干什么？现在我们要去收银台，收银台这里有一个收银员，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什么上面？这个东西叫做传送带，把东西送到收银员面前的传送带，我们把东西放在上面。收银员通常会有一个扫描仪，对，他的手里会有一个扫描仪，扫描仪的上面有红色的灯，对，红色的灯，千万不要对着眼睛去照，对你的眼睛有损伤。那么这个红色的灯用来照什么呢？是用来扫描产品上的二维码，对，每个产品上面都有二维码，会用这个扫描仪扫描产品上的二维码，然后就会在它的电脑屏幕上显示这个商品的价格。比如麦片的价格是3欧，因为在法国用的是欧元。牙刷的价格是1.5欧，1.5欧。我也可以说1欧50分，1欧50分。但是在法国生活久的中国人会说1块5，虽然我们知道是欧元，但是也会说1块5。当收银员扫描了商品，会在屏幕上显示出这些商品的价格。好了，所有的产品都扫描完了，现在我要干什么呢？现在我要付款。在法国我都有哪些付款方式呢？我可以用现金，我也可以用支票 check， 可以用支票，对，还可以用支票。我还可以用优惠券。什么叫优惠券？优惠券可能是我之前购买其他的产品，这家超市送给我的优惠券，对，他们送给我的优惠券。还有什么可能呢？还有可能是礼品卡，这个礼品卡可能是别人送给我的一个礼品卡。这个礼品卡里面，假如说有30欧，我可以用这张礼品卡来支付。那最后我们当然还可以用银行卡来支付。如果我用银行卡支付，我要输入什么？我要输入密码，比如密码是6位数，1位、2位、3位、4位、5位、6位，这个密码是6位数，我要在这个地方输入密码。完成支付以后，收银员会给我一张什么？一张小票，对，给我一张小票。小票是一张收据，在这张收据上会显示我购买了什么商品，以及商品的价格，还有一共要支付多少钱。比如我要支付60欧，当然，如果我给收银员70欧，他要找我多少？他要找给我10欧，我应该支付60欧，可是我给他了70欧，所以他应该找给我10欧。今天我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择偶标准。择偶标准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看。第一个字择，择的意思就是选择。偶呢？偶的意思是配偶，配偶是一个人，什么人？
配偶就是指和你结婚的人就称为配偶，所以择偶这两个字其实是指选择配偶，选择和谁结婚就是择偶。选择和谁结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，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。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，我才会和这个人结婚。又或者，如果没有满足这些要求，我是不会和他结婚的。这就是每个人的要求，每个人的标准。你可以看到，我这里画了一个男人，这里画了一个女人，他们结婚了吗？他们还没有结婚，他们只是在想，那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另一半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配偶，也可以说自己未来的另一半。比如对男人来说，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是妻子；对女人来说，自己未来的另一半那就是丈夫。但这些都叫做配偶，都叫做自己的另一半。由于我是女性，所以呢，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们想象的是从女性的视角来想象一下自己理想的配偶、理想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。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就和朋友经常聊，如果我有一天结婚了，我的老公一定要是这个样子的。什么样子呢？大家可以看到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是我的择偶标准。是我现在的择偶标准吗？不是我现在的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象出来的。我们来看第一条，第一条是什么呢？第一条是身高。什么叫身高？身高就是一个人的个子的高度，就叫做身高。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个子很高，或者个子比较矮，这个长度就称为身高。10几年前我就想象我未来的另一半的身高应该是1.78米到1.85米，也就是要至少1.78米，也就是不能低于1.78米。怎么说一个人的身高呢？比如这个人的身高是1.78米，什么意思呢？是1米加上78厘米，但是我们在日常的口语中说1.78米，对，1.78米。下一个要求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我未来的这个另一半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健壮的人。比较健壮的人什么样的人叫健壮呢？就是有肌肉，你看到了吧？有肌肉，我希望他是一个比较健壮的男人。第三个标准是什么呢？我希望这个人浓眉大眼高鼻梁。这里其实有3个要求。第一是浓眉，这是眉毛。浓眉的意思就是指眉毛很浓密。那如果不浓密呢？这样就是不浓密。浓眉，眉毛非常的浓密。大眼很好理解眼睛要怎么样？眼睛要大，就像在卡通里面看到的那样，就像我们在这个漫画里看到的男生一样，要大眼睛，还要双眼皮。还有呢，还要高鼻梁鼻子很高挺，高鼻梁。这是我当时幻想的，我希望我的未来的另一半是浓眉大眼高鼻梁。第四个我希望这个人的性格很好。什么叫性格很好？就是表示他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人，他的性格会让我感到快乐，感到开心。当然了，如果他要是比较浪漫的话就更好了。浪漫是什么意思呢？浪漫这个词其实是从英语的 romantic 翻译过来的。
浪漫。比如啊，经常送我玫瑰花，经常送我小礼物啊，经常给我一些惊喜，很浪漫的人。第五个呢？第五个，我希望这个人他的头脑很聪明啊，他的头脑很聪明，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最后一个标准是我希望这个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，他有一份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啊，在一家大公司啊，而且收入比较高，这是我当时的幻想。当时我多大呢？当时我也就19岁。好了。大家看到了，这是年轻人通常幻想自己的另一半啊，我未来的另一半应该是这样的。可是现实中呢？比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那我现在的老公，我现在的爱人，和我当时想象的一样吗？一样，但又不一样。好，我就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我的爱人，也就是我的老公。第一，他的身高并不高。他有多高呢？他的身高，我看到他的护照上，他的护照身高只有1.69米。可是我当时想要的是什么身高？至少1.78米，1.77米都不行。可是呢，我老公其实并不高，他只有1.69米。可能你会问，你为什么改变了想法呢？真是个好问题。其实我发现身高并没有那么重要，而且我之所以和我老公结婚，并不是因为他的身高的问题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让我慢慢给大家解释。第二个标准，第一个标准不符合，对吗？第二个标准，我希望他是一个比较健壮的男人。我的老公健壮吗？他不是很健壮，对，他并不是很健壮，他的身材瘦瘦的，小小的，但是在我心目中，他是一个很健壮的男人，不是因为他的肌肉健壮，而是因为他的内心非常的强悍，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第三个，我老公是浓眉大眼吗？对，没错，我老公是浓眉大眼，因为他有一半越南血统，一半法国血统，所以他的长相其实有点像法国人，又有点像亚洲人啊，所以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老公太帅了，他年轻的时候太帅了，就像我在漫画中见到的那些白马王子一样，特别帅。如果你问我白马王子是什么？白马王子就是指女性幻想的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男性的形象，就是白马王子。第四个，他的性格怎么样？他的性格很好吗？对，他的性格真的特别好。我发现，如果要和一个人结婚，他的性格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也许身高没有那么重要，因为他的身高个子很高，不会让我们两个变得很快乐。他的肌肉很健壮，不一定会让我们两个很快乐。但如果他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，这真的会让我们两个在一起非常的快乐。他会经常送我玫瑰花吗？惊喜吗？他其实很少送我玫瑰花，那他经常送我什么呢？我记得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他经常送我巧克力。对，送我巧克力，这是他喜欢的。他认为巧克力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快乐，所以他经常送我巧克力，但是不经常送玫瑰花。经常送我礼物吗？我们两个也不经常互相送礼物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，
每天都是节日，我们不需要礼物就可以很快乐。第5个，他是一个头脑很聪明的人吗？我会说，也许他不是最聪明的人，但是呢，他是一个工作非常非常努力的人。他是一个工作非常非常努力而且很认真的人。我相信只要一个人努力认真，愿意真正的去做好一件事情，那么无论他从哪里开始，他都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第6个，他的工作怎么样？他的工作是高收入吗？他的工作其实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，不是什么特别高收入的工作。而且我要很诚实的告诉大家，我认识我老公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工资非常非常低，因为当时呢，我才刚刚从大学毕业，我的工资非常非常低。但是我老公的工资在当时是我的10倍，是我的10倍。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我的薪水比他低，或者我的工作没有他的好，而认为我是一个不努力或者不聪明的人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也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来说一说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。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，我有2个孩子，我们家一共有4口人。现在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和我的老公，而旁边我画的这2个小人儿是我的2个孩子。个子高的这个是哥哥，他是哥哥。个子矮的这个孩子是弟弟。哥哥今年多大了呢？你也可以说哥哥今年几岁了？哥哥今年10岁了，他上小学5年级。弟弟今年7岁了，他上小学2年级。他们2个相差几岁？他们2个相差3岁。当你想比较2个人的年龄的差异，你可以说他们2个年龄相差多少？他们2个年龄相差3岁。这2个孩子虽然在同一个家庭长大，他们的生活环境、学校的环境也差不多，可是他们2个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却有很大的差异。很大的差异就是指有很多的不同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你和你的兄弟姐妹，你们的性格差异大吗？你们的生活习惯的差异大吗？接下来我就来对比一下这2个孩子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先来对比他们的饮食习惯。饮食习惯，大家看到饮这个字，饮就是指喝，食就是吃。饮食习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喜欢吃什么，你喜欢喝什么，你什么时候吃，什么时候不吃，这就是你的饮食习惯。他们2个的饮食习惯非常不一样。哥哥是一个胃口特别好的孩子。胃口，什么叫胃口？如果我说这个人胃口特别好，表示他什么都喜欢吃，没有什么是他不喜欢的。所以我在家做饭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哥哥都喜欢吃。可是弟弟是一个喜欢挑食的孩子。挑食，他都不喜欢吃什么呢？比如他不喜欢吃香菇。他不喜欢吃香菇。他告诉我香菇的口感很奇怪，很恶心，因为很软很滑，他觉得香菇很恶心，所以不要吃。又或者他不喜欢吃，比如他吃披萨的时候，他不喜欢吃饼皮。
如果你还不知道饼皮是什么意思，请你查看视频上方的链接，你就知道披萨的饼皮是什么了。他每次呢只吃上面的香肠，可是却把饼皮剩下了，他不要吃饼皮。总之他吃东西很挑剔，我们就可以说他很挑食。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睡眠习惯。睡眠就是睡觉的意思。哥哥小的时候，当他还是一个小宝宝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特别不爱睡觉的孩子。都已经很晚了，到了晚上12点，他还不要睡觉。他刚刚睡了1个小时，又醒了。到了晚上1点钟，他又醒了。我又要抱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哄他睡觉。对，我抱着孩子哄他睡觉。他是一个特别不爱睡觉的孩子。到了他上幼儿园，学校有午休。什么是午休呢？大概是在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，孩子们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，就是孩子们要睡觉，睡1个小时午休。因为是下午，所以叫午休。其他孩子都睡了，可是老师告诉我，哥哥在学校不要午休，因为他睡不着。而弟弟小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入睡特别容易的孩子。我只要把他轻轻放在床上，过不了5分钟，他就睡着了。在学校，他也没有午休的问题。在睡眠方面，他们还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哥哥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他喜欢说梦话。睡觉的时候还在说话，说梦话。弟弟说梦话吗？弟弟很少说梦话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哥哥的睡眠质量不太好，但是弟弟的睡眠质量比较好。他睡的时间长，容易入睡，而且晚上不容易做梦，不爱说梦话。我们再来看一看社交能力。你看这里我画了2个人，对吗？2个人，这2个人有可能是朋友。好，社交能力，哥哥的社交能力很强。不管他去什么地方，他可以很快交到新朋友，和大家玩在一起，所以他的朋友很多。他很喜欢和他的朋友在一起。当他和他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最快乐的时候。可是弟弟呢？弟弟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，他也不太喜欢在人群里。比如他看到这里有几个孩子在玩，可是他不喜欢主动去找别人玩，所以他经常会一个人和自己玩，又或者和他的哥哥玩。弟弟一个人玩的时候高兴吗？他其实一个人玩的时候也挺快乐的，只是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孤单，因为大家在一起玩，可是他却总和自己玩，或者只能和哥哥玩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学校，他们2个的学习成绩、学习能力怎么样？大家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 A 加，有的学校的学习成绩是100分，满分是100分，而有的学校使用的是 A 加、A 减、B 加、B 减这样的成绩系统。哥哥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属于中等，不是特别好，但也不是特别差，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孩子。他在写作业的时候呢，不太整齐，有时候会歪歪扭扭的，他的字有时候会歪歪扭扭的。但是弟弟在学校的成绩却非常好，弟弟写作业的字非常工整，就是非常整齐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的孩子，他非常注意细节。哥哥有时候还会丢三落四。什么叫丢三落四？就是总是丢东西，比如今天丢了衣服，明天丢了他的书包，
丢了他的书包。后天呢，可能丢了他的手套。他经常丢东西。可是弟弟他却非常善于整理，比如他会很小心地保管自己的衣服、书包还有手套，他总是保管得非常好，他很少丢东西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对衣服的偏好有什么不一样。偏好就是喜好的意思。哥哥喜欢穿休闲装，比如 T 恤、短裤，他喜欢穿休闲装。可是弟弟呢，他非常喜欢穿衬衣，他很喜欢穿衬衣。他不仅喜欢穿衬衣，他还喜欢打领带，因为他觉得穿衬衣打领带像爸爸一样很精神。可是呢，哥哥喜欢穿上去比较舒服的衣服，舒服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每天放学，我会发现哥哥的衣服上沾满了污渍，可能是他踢足球或者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沾在衣服上的污渍。可是弟弟的衣服却干干净净，非常干净。但其实我也发现了，哥哥是一个不太注意细节的人，所以这些小的问题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。他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。弟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所以如果他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，他会有点紧张，他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。最后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的运动能力。他们两个都喜欢运动，比如他们都喜欢游泳，而且都喜欢踢足球，但是弟弟最喜欢的运动不是足球，而是网球。如果你问我他们两个更像爸爸还是更像我，我会说有的地方哥哥更像我。比如什么呢？比如写字歪歪扭扭的，这一点很像我。很容易丢东西，这一点也挺像我的。喜欢交朋友，不太像我，我其实更像弟弟，我其实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关于睡眠方面，哥哥很像我，我也是一个睡眠很困难的人。关于吃东西，我和哥哥一样，我也是一个胃口特别好的人。关于衣服的清洁度方面，哥哥其实很像我。我小的时候，衣服也经常是沾满了污渍，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。最后一个，他们两个都喜欢运动，可我却不太喜欢运动。我小的时候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我小的时候的兴趣爱好是跳舞。我从6岁左右一直跳到了18岁。也许当他们长大了，有一天会发现妈妈居然拍了一条关于他们两个的视频。但我想在视频的最后告诉他们，不管你们更像爸爸还是更像妈妈，我们都会尊重你本来的样子，只要你们快乐健康就是最重要的。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说一说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，有什么不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故事和一个房间有关系。这个房间是客厅吗？不是客厅。这个房间是卧室吗？也不是卧室，而是书房。书房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来画给大家。当你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一扇窗户。这里有窗帘吗？有。我在窗户上挂了窗帘。窗帘是什么颜色的？
窗帘是淡蓝色的，淡蓝色的，不是深蓝色，不是深蓝色，是淡蓝色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窗台，窗台上我摆着一盆花，一盆花。你喜欢什么花呢？我喜欢玫瑰花，玫瑰花是红色的，我喜欢红色的玫瑰花。在窗户前有一张桌子，这里有一张桌子，这也是我的办公桌。办公桌表示我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工作，也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学习。我的桌子上都有什么呢？我的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，这个就是笔记本电脑。笔记本电脑还需要一条电线，我把电线插在插座上，这里就是插座，插座，而这里是电线，电线。桌子上还有什么呢？桌子上还有一个笔筒，笔筒，笔筒里放了几支笔，笔筒里放了几支笔。桌子上还有一个咖啡杯，因为我喜欢喝咖啡。桌子上还有什么呢？桌子上还有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。在桌子的左边是一个书架，一个书架，书架上摆着一些书，有的是中文书，有的是英语书，有的是法语书。书架上还摆着一个文件箱，一个文件箱里面装着一些重要的文件，很重要的文件。书架上还有什么呢？书架上还放着一个钟表，钟表。书架上还放着我和家人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我们什么时候拍的？这张照片是3年前我们回中国的时候拍的。书架上还有什么呢？书架上还有一个精美的花瓶，精美的花瓶，这是我们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买的纪念品，一个精美的花瓶。花瓶的旁边有一个箱子，箱子里放的是什么？箱子里放的是我的朋友写给我的信，这些信我一直不舍得丢，所以一直保存在这个箱子里。书架上还有一本集邮册。什么是集邮册呢？邮其实指的就是邮票。邮票，当你寄信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邮票。我有一个兴趣爱好，那就是集邮，所以这是一本集邮册。在集邮册的旁边有一个打印机。什么叫打印机呢？如果你要复印一些文件，或者打印一些文件，那么你就要用到打印机。打印机。在书桌的右边有一个沙发椅，沙发椅上有一个软软的靠垫，我常常坐在这里看书。这里的
光线很好，光线很好。打开窗户，我能看到什么呢？打开窗户，我可以看到一条街道。街道的对面有很多房子。街道上常常有汽车开过去，开过来。所以这个房间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噪音太大了。不过好在这条街道上种着很多树。你们家有书房吗？你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我家附近的公园。我家附近的公园表示离我家不远，就在我家附近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地图是一张公园的地图。我住在哪里呢？我住在这里。我住的是楼房。我住在几楼呢？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、5楼。我住在3楼。我住在3楼。我家的楼房有电梯吗？叮，没有电梯。这个楼房没有电梯，所以我每天都要爬楼梯。每天都要爬楼梯，也就是走楼梯的意思。我为什么选择住在这里呢？因为就在这附近，不仅有一个公园，还有一所小学。小学生的年龄一般是在6岁到11岁。小学生的年龄一般是在6岁到11岁，所以这是一所小学。每天早上我都送我的孩子去上学。从我家到学校要几分钟呢？差不多要5分钟。5分钟。我们怎么去上学呢？我们是走路去上学吗？对，我们每天都走路去上学。走路去上学。有的人他们住得比较远，所以会开车送孩子上学。这是一辆汽车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在开车。他开车送孩子去上学。开车送孩子去上学。放学以后我们做什么呢？孩子放学以后，我会带他们去公园玩。这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。这个公园很大。这里是公园的入口。公园的入口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禁止遛狗。什么是遛狗呢？你知道狗，狗，但如果遛狗呢？遛狗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这里有一只狗，那这里有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在遛狗，他在遛狗。可是在这个公园禁止遛狗，不可以在这里遛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狗会在公园留下狗的粪便，所以
公园禁止遛狗，禁止遛狗。放学后，我会带孩子们去公园玩，他们喜欢在这里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滑滑梯。对，因为这里有滑滑梯，孩子们都喜欢玩滑滑梯。公园还有什么呢？这里还有秋千，秋千，秋千，孩子们喜欢在这里荡秋千，荡秋千。在这里还有几个长椅，长椅就是椅子，长椅。爸爸妈妈们可以坐在这里休息，可以坐在这里休息。有的人看书，有的人看书，有的人呢，有的人玩手机，有的人玩手机，手机，有的人玩手机。但是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孩子们有时候还会到这里打篮球，这里是一个篮球场，这里是一个篮球场，不是足球场，是篮球场，篮球场。孩子们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有时候他们还会跑上这座小山坡，这里是一个小山坡，不是一座很高的山，是一座小山坡，很矮。孩子们喜欢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比如他们喜欢坐在树底下，他们喜欢坐在树底下，坐在树底下聊天，说话，聊天。又或者在树底下野餐，在这里野餐。夏天的时候，天气比较好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在这里野餐。他们为什么在小山坡上野餐呢？因为这里的风景很美，这里的风景很美，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，这里的风景很美。公园里有一条小路，有一条小路，有的人会在这条小路上骑自行车，有的人会在这里骑自行车，还有的人会在这里跑步，跑步。还有的人呢，他们不跑步，也不骑自行车，而是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也就是散步。他们喜欢在公园散步。有时候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也会在公园举行活动，这是学校的老师，老师们会带孩子们来到公园举行活动，比如他们在这里比赛跑步，看谁跑得快，看谁跑得快。他们在这里比赛跑步，又或者带孩子们去观察这里的植物，比如观察这里的树。观察就是仔细看的意思，要求孩子们观察这里的树，观察公园的草，小草，观察公园的花朵，花朵。有时候还要求孩子们在公园观察鸟巢，鸟巢，鸟巢就是鸟的家，就是鸟的家，鸟巢。有时候孩子们会在这里看到小鸟，
鸟，看到小鸟。请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说一说你家附近都有什么？你家附近有公园吗？你家附近有篮球场或者公共汽车站吗？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和购物中心有关系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购物中心。购物中心是什么意思？购物中心是一个购物的场所。我家附近就有一个购物中心，这里是购物中心的入口，也就是进入购物中心的地方，叫做购物中心的入口。这里呢，这里是购物中心的自动扶梯，自动扶梯。这里的扶梯是向上的，可以上楼。这里的自动扶梯是向下的，可以下楼。大多数人都选择坐自动扶梯，很多人都选择坐自动扶梯。当我们坐自动扶梯的时候，应该靠右手站着，也就是靠右边站着，这样可以方便后面的人通行，也就是通过的意思。自动扶梯更方便，很少有人走楼梯，这里叫做楼梯。旁边的这个地方呢，这里是停车库，也可以叫停车场，这是停车场的入口，入口。这是停车场的出口，出口，也就是汽车从这里出来，这是停车场的出口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购物中心吧。购物中心的中间是露天的。什么叫露天的呢？是表示上面没有房顶，是露天的。在购物中心的中央有一个小喷泉，喷泉，小喷泉。在喷泉的旁边有一个滑滑梯，滑滑梯。大人喜欢购物，但是孩子不喜欢购物，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们带孩子来购物，一个家长带孩子在这里玩，在这里玩，另一个家长去买东西，去购物。在滑滑梯的旁边有一家冰淇淋店，有一家冰淇淋店。孩子们玩完了滑滑梯，就会哭着喊着要吃冰淇淋，要吃冰淇淋。所以冰淇淋的门口有很多人在排队，在带着孩子排队。冰淇淋店的旁边是一家咖啡馆，是一家咖啡馆。咖啡馆的门口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桌子和椅子，桌子和椅子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坐在门口喝咖啡，他们会坐在门口喝咖啡。咖啡店的旁边是什么呢？咖啡店的旁边是一家电影院，电影院。你可以看到电影院的门口贴着巨大的海报，贴着巨大的海报，这是刚刚上映的电影，贴着巨大的海报。在电影院的门口有很多年轻人，他们的手里拿着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爆米花。在电影院的旁边是什么呢？电影院的旁边是一家玩具店，是一家玩具店。现在才11月，
还没有到12月，可是玩具店里的圣诞树已经点亮了彩灯，彩灯就是各种颜色的灯，点亮了彩灯。圣诞树的下面放着很多礼物，在玩具店的大门上贴着一个促销的海报。什么叫促销海报？就是指价格更便宜的这种促销的消息，就叫做促销海报。上面写着减40%，其实也可以说打6折，也就是说所有的玩具只收60%的价钱，打6折，减40%。在玩具店的门口，有一位妈妈领着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在干什么呢？这个孩子在大哭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没有给他买他想要的礼物。在玩具店的旁边是一家健身房，健身房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窗户，透明的窗户。我们可以看到健身房里有跑步机。跑步机上有人吗？今天健身房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黑色星期五。购物中心的很多家商店都在打折，比如这家服装店的海报上写着减50%，减50%也可以说打5折。这是一个卖男装的服装店，还是一个卖女装的服装店呢？这是一个卖女装的服装店，有很多顾客已经买完了衣服，提着袋子从商店里走了出来。在健身房的旁边有一家运动服装店。什么叫运动服装店？也就是这家商店专门销售各种各样的运动装，有男装也有女装。这家服装店出售各种各样的运动品牌，比如耐克、阿迪达斯，各种各样的品牌。今天有促销吗？对，今天有促销活动。今天的促销活动是买2件，第2件可以打6折，也就是第2件打6折，第2件减少40%的价格。所以在运动服装店的门口排满了前来购物的人。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在这个星期五你买什么东西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人，这是我现在吗？不是，这是我小的时候。旁边这个人呢？这个人是我的爸爸，我也可以说他是我父亲。对，这位是我父亲。我父亲现在已经60多岁了，他已经退休了。他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厨师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厨师？是在餐厅里工作的厨师吗？
他不是在餐馆或者餐厅里工作的厨师，他是一名在火车的餐车上工作的厨师。什么是餐车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列火车。火车呢，有很多节车厢，这是一节车厢，这是一节车厢，这是车头，这个部分叫做车头。车头，那其中一节车厢，这里是餐车。餐车，人们可以在这里吃饭，我们也可以说人们可以在这里就餐，可以在这里吃饭。那我的父亲就是火车上的厨师，他是火车餐车上的厨师。我小的时候经常和我爸爸去旅行，可是我小时候的旅行和现在的旅行不太一样。我小的时候，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飞机，很少有人坐飞机旅行，因为太贵了。小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坐过轮船，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轮船，我也没有坐过轮船，因为我来自北方，北方没有大海，我当时没有见过大海，也没有坐过轮船。那小的时候我都怎么旅行呢？小的时候我和我爸爸坐火车旅行，而且我去旅行是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我，没有人有时间照顾我，我爸爸还要上班，所以我只好跟着他一起去上班。他在火车上做饭，这是他的工作，而对我就是一次旅行。我喜欢坐火车去旅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火车可以走一走，停一停，走一走，停一停。当时的火车还是绿色的，和今天的动车不一样。当时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，开得很慢很慢。每到一个地方，车都会停下来。那火车停的这个地方叫什么？火车停的这个地方叫做车站。在车站上有一个大大的牌子，牌子上写着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。比如我的老家是宝鸡，宝贝的宝，公鸡的鸡，宝鸡，很有意思的名字，对吗？我的老家叫做宝鸡。小的时候，我喜欢一边坐火车，一边把我看到的这些站牌上的名字都写下来。我看到一个站牌，我就写在纸上；看到一个站牌，我就写在纸上。站牌上有很多字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怎么念，我不知道怎么读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站牌上有拼音，没错，当时的站牌上还有拼音，所以我可以看拼音来学习我不认识的字。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是我喜欢坐火车呢？因为火车可以把我带到很多地方。比如在火车上，我可以看到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山，比如有满是森林的大山。我还可以看到山顶有一棵松树，对，山顶有一棵松树，景色非常漂亮。有时候我还会在火车上看到很长很长的大河，
河流，很长很长的大河，从山的这一头一直流到很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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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地方。太阳照在河面上，闪着金色的光，太美了，特别美。在火车上，我还可以见到戈壁滩。戈壁滩就是非常荒凉的地方。戈壁滩上没有大山，而且也没有树，只有很少很少的草，戈壁滩上有很多石头还有沙子，有很多石头和沙子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戈壁滩，只有在我坐火车旅行的时候，我才会见到戈壁滩。坐火车的时候还会遇到什么？还会遇到山洞。这个山洞其实叫火车的隧道。对，火车的隧道。隧道里面很黑很黑，特别黑。所以火车一进入隧道，车厢里就立刻黑了下来。有时候我会很害怕，但是很快火车就开出了隧道。你小的时候喜欢坐火车吗？你喜欢坐火车旅行，还是坐飞机旅行，又或者坐轮船旅行？虽然我把它叫做旅行，但是我小时候的旅行很特别，因为当所有的乘客，也就是乘坐火车的乘客，他们都下车了，可是我不能下车，因为火车开到哪里，我就要坐到哪里。等我到了这个地方，第二天还要从这个地方再返回我的家，返回我的老家。所以每年暑假，我都会坐着我爸爸的火车去很多地方。等我现在长大了，回想起来，我当时在火车上看到的那些大山、大河、戈壁滩，是我见过的这世界上最美的景色，也是我人生非常美好的回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，下次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路易的故事。我把路易的名字写在这里。对，今天要说的是路易的优点。什么是优点呢？就是路易好的地方。路易的优点，他的第一个优点是路易非常的友好。友就是朋友的意思，好就是很好。那友好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这是路易，他的周围有很多朋友，对，他的周围有很多的朋友，大家都觉得路易是一个很友好的人。比如路易总是微笑啊，他很少生气，对，他很少生气，他总是微笑，对大家都很好，所以是一个友好的人。路易还有什么优点呢？路易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啊，我在这里用打字的办法，这里是优点。路易是一个善良的人。善良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善良？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。比如有一天，路易要过马路，这里有很多的汽车，对吗？
汽车，我们来画一个汽车。对，这里有很多的汽车，有很多的汽车。这里还有什么呢？这里还有红绿灯，红绿灯，红色的灯，绿色的灯，红色灯。路易想要过马路，过马路。这时，路易看到了一位老人啊，这位老人年龄很大了，对吗？他年龄很大了，他也想过马路，可是呢，他走得很慢，很慢，很慢。所以路易说：“我帮您吧，我帮您。”所以他扶着这个人过马路，对，他扶着这个人，他们一起过马路，他扶着这个人过马路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路易很善良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。还有什么呢？比如路易有一天他看到有一只猫啊，这只猫不知道是谁家的猫，这只猫生病了，对，那路易把这只猫带回了家，对，他把这只猫带回了家，这是路易的家，对，这是路易的家，他把这只猫带回了家。路易呢，给这只猫喝牛奶，他给这只猫喝牛奶，还带它去看医生，对，去看医生。看动物的这个医生呢，我们称为兽医 ，vet， 兽医。他还带这只猫去看兽医。我把兽医这两个字写在旁边，对，兽医。他还带这只猫去看兽医，所以路易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怎么去翻译友好和善良呢？友好是表示这个人很好，我们可以说 very nice, very kind, c'est gentil, c'est sympa， 对吗？但是善良要比友好更多一点。善良是表示这个人总是帮助别人啊 ，he has a good heart， 善良。好，所以路易是一个友好善良的人。我们再来说说路易还有什么优点呢？路易的另外一个优点，第三个优点，我写在这里。第三个优点是路易很大方，大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比如说路易有一辆自行车，对，路易有一辆自行车，这是他的自行车，这是他的车座，对，车座，这是他的自行车，这是路易的自行车。咚咚，路易的这辆自行车呢，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啊。他现在买了一辆汽车啊，他买了一辆汽车，所以他把这辆自行车送给了他的朋友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有汽车了，我不需要自行车了，送给你吧。”他也没有收他的钱啊，他说：“我不要钱，我送给你啊，是一个礼物，送给你了啊。”所以我们可以说路易很大方，什么意思呢？很大方。大方的意思就是表示，他是一个非常 general 很大方的人啊，he likes sharing with others， 他喜欢和别人分享，对，很大方。这是路易的优点，对，路易的优点。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路易的缺点。现在我们要说的是路易的缺点。缺点是什么意思呢？缺点就是不好的地方。路易的缺点，
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对吗？每个人都有缺点。我们来看看路易的缺点是什么。路易的第一个缺点是，路易很粗心，很粗心，很粗心。粗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，路易经常丢了他的钥匙，对，你还记得吗？他丢了他的钥匙，他还丢什么？他还总是丢他的手机，他的手机。有的时候，他还丢了他的钱包，他的钱包，对，他的钱包里面可都是钱呐。对，他有的时候还丢钱包，还有的时候他会丢身份证，身份证这很重要 ，ID， 他会丢身份证。我们分别把这些词写在这些图的下面。第一个，钥匙；第二个，手机；第三个，钱包；第四个，身份证。身份证，对，路易有的时候会丢身份证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很粗心的人，很粗心的人。路易还有什么缺点呢？路易的第二个缺点是，路易呢，他特别的懒，懒是什么意思呢？懒这个字比较麻烦，我用打字的方式，懒啊，他非常的懒。我把拼音写在旁边，懒，懒。对，比如说，这是路易的房间，这是路易的房间，这里呢有他的床，这里有他的床，这里呢有桌子，对不对？有他的桌子，对，这是他的房间。那路易的桌子上啊，摆着他的书，他看的书，还有他喝的这个咖啡杯，都放在桌子上。地上呢，有他的衣服，有他的衣服，还有什么呢？床上还有他的裤子，还有他看的书。对，他不喜欢打扫房间，他不喜欢打扫房间。什么叫打扫房间呢？就比如说你要去扫地，对吧？要扫地啊，路易不喜欢。还要去洗这些衣服啊，要洗衣服，要洗衣服啊，路易不喜欢啊，所以他不喜欢打扫房间啊，不喜欢打扫房间。我们可以说，路易不喜欢打扫房间。路易不喜欢打扫房间。打扫房间包括扫地啊，叠衣服，对吗？叠衣服，还有呢，收拾桌子，这些他都不喜欢，都不喜欢。所以，路易是一个比较懒的人，不喜欢做家务。路易还有什么缺点呢？路易的第三个缺点是，他的第三个缺点是太大方了。太大方了，太大方。刚才不是说他很大方呢 ？General 啊，他是一个非常 general 的人啊，但是他有时候太大方了。我们也可以说他花钱大手大脚，花钱大手大脚，花钱大手大脚。比如说，路易呢，经常会请朋友吃饭。好，我来画一个桌子，这里画一个桌子。路易呢，经常请他的朋友吃饭，对，请他的朋友吃饭。这是一把椅子，这是另外一把椅子，这是路易，对，这是路易和他的朋友，路易和他的朋友，对。但是到了付钱的时间，比如说今天花了多少钱呢？他们吃饭。路易说
我来付，我来付，我请客，我请客啊，我请客，我请客。路易经常说我请客，所以他花了很多钱，他花了很多钱去请朋友啊，今天请这个，明天请那个，所以他的好朋友就告诉他，路易，你太大方了，你不要老是请客，你花钱太大手大脚了，就是花很多钱都不想啊，太大手大脚了。这是路易的第3个缺点。路易的第4个缺点是什么呢？路易的第4个缺点是不太注重外表，不太注重外表，不太注重外表。我们来解释一下，第一个，注重是什么意思呢？注重的意思就是觉得很重要啊，他觉得很重要，就是注重。外表大家都知道外，对吧？外面，表就是 surface 啊，外表的意思其实就是啊一个人的 appearance， 他的比如说他的头发，他的衣服啊，他戴手表了吗？他穿的鞋子，这些都是外表。我们来画一个人。比如这里有一个明星啊，有一个明星 superstar 明星。这个明星呢，他出门戴着墨镜啊，而且呢，他要穿非常非常贵的衣服，对，他要穿非常非常贵的衣服，他也要穿非常非常贵的裤子，而且都是很贵的裤子。而且要穿很漂亮的鞋子，这个话太大了，鞋子。他有的时候呢还要戴手表，这个手表也很贵，所以他非常注重外表，就是他很在意穿的怎么样啊，自己的样子，注重外表。那 Louis 呢 ？Louis 不注重外表，他不注重外表。比如路易的衣服呢，就是一个 T 恤，T 恤，他经常穿一个 T 恤。他的裤子呢，就是一条牛仔裤是蓝色的牛仔裤。对，他经常穿牛仔裤 ，jeans， 他经常穿牛仔裤。他的鞋子呢，就是一双球鞋。对，就是一双球鞋。他穿的一般是一双球鞋。他很少买衣服。那路易呢，也很少喷香水。香水是什么呢？啊，知道很多时候会喷香水，香水，他也不喷香水。他戴手表吗？路易戴手表吗？啊，路易不戴手表。路易说这些没用，而且很贵，而且没用，他也不戴手表。路易呢，有的时候他的头发会有点乱，为什么？因为路易很少照镜子，他很少照镜子。他也呢很少去理发馆。我们都知道理发馆的灯是蓝色、红色，对，理发馆，路易很少去理发馆理发，对。男孩子叫理发，路易很少去理发馆理发。在这里画一个剪刀，对，这是一个剪刀。我来给大家画一个剪刀。对，路易很少去理发，他很少去理发。
他不喜欢理发，所以他的头发有点长，而且比较乱，比较乱。这是路易的第4个缺点。路易还有一个缺点，这么多缺点。路易的第5个缺点是，他太喜欢吃东西啊，他太喜欢吃东西，他太喜欢吃，他很喜欢吃。而且呢，他经常是晚上吃东西。晚上该睡觉了吧？晚上该睡觉了。晚上啊，比如说这个晚上几点呢？晚上9点了，已经晚上9点了。路易开始饿了，他就会打电话给谁呢？他打电话去叫披萨。对，他说给我来一个披萨他会点披萨，还会点一瓶啤酒 beer， 对，他会点这个啤酒。他已经22岁了，所以他可以喝酒。他晚上喜欢吃披萨喝啤酒。所以呢路易的体重，他以前有多重呢？路易以前是59公斤，但是现在他的体重是69公斤。对，他的体重现在是69公斤。而且呢，他喝了太多啤酒，所以有一个大肚子，所以这个路易有一点不开心，对，他有一点不开心。他说：“哎，我的肚子怎么这么大呀？我不能再喝啤酒了，因为他有一个大肚子。”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路易的故事。路易的优点，还有路易的缺点。请大家留言给我，告诉我你的优点是什么，还有你的缺点是什么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路易的故事。还记得路易吗？对，他叫路易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路易喜欢什么？他喜欢的和路易不喜欢的东西，他不喜欢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路易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吃什么？路易喜欢吃什么？比如路易喜欢吃面包。什么是面包？你还记得吗？什么是面包？对，这个就是面包 bread， 面包。路易还喜欢吃什么呢？路易还喜欢吃，这是什么？路易还喜欢吃意大利面。对，路易还喜欢吃意大利面，所以我这里画一个叉子。路易喜欢吃意大利面。路易还喜欢吃什么？路易还喜欢吃三明治。对，为什么叫三明治呢？因为三明治有3层，面包中间这一层呢，可能有菜，也可能有肉，对吗？比如说有 salad， 有这个沙拉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还会有番茄，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肉，对吗？三明治，这个就是三
明治，三明治。好的，这是路易喜欢吃的，他很喜欢吃面包、意大利面和三明治。还有，路易喜欢什么动物？动物，什么是动物呢？动物，比如猫，猫，对，这个可以是猫，你也可以说猫咪，猫。还有什么动物呢？比如说狗，狗，对，狗，我画的不是特别好看啊。还有狗，路易还喜欢狗。路易还喜欢什么动物呢？路易还喜欢小鸟，小鸟，对，会飞的小鸟。路易还喜欢小鸟，小鸟，会飞的小鸟。那么，路易喜欢什么运动呢？运动，路易喜欢跑步，路易喜欢跑步，路易喜欢跑步。怎么样画跑步呢？画的不像跑步。我来重新画一下。路易喜欢跑步，跑步，这样算跑步了。对，什么是跑步呢？跑步，跑步。路易喜欢跑步。路易还喜欢什么运动？路易还喜欢踢足球。对，路易还喜欢踢足球。路易还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踢足球吗？我不会踢足球。对，我不会踢足球，是我不会踢足球。路易还喜欢做什么呢？路易还喜欢打网球。网球，什么是网球呢？你看，这个就是网球。网球，路易还喜欢打网球。打网球，这是路易喜欢的运动。路易喜欢的运动，他喜欢跑步，喜欢踢足球，还喜欢打网球。这里有几个字我要向大家来解释，比如足球的足，足球，我们来一起看看足球。足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字读作足，足的意思就是足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脚，就叫做足。足 foot 足，足球 football 对吧？足球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足球的足其实非常像一个人的鞋子哈，很像一个人的鞋子，很像这个鞋子足。还有一个字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网球的网。你看网，我们学过这个字对吗？这个字读作网 net 网，也可以翻译成 web 网。下一个我们要说的是路易喜欢喝什么？喜欢喝什么？比如路易喜欢喝水。对，路易喜欢喝水。路易喜欢喝水，水。路易还喜欢喝什么呢？路易还喜欢喝茶。对，路易还喜欢喝茶。我在这里画上，对，喜欢喝茶 tea。路易还喜欢喝茶。路易还喜欢喝，这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咖啡。咖啡，对，路易喜欢喝咖啡。路易还喜欢喝什么呢？哦，路易喜欢喝牛奶。路易喜欢喝牛奶。牛奶，我试着画一画牛。我不是特别会画牛。好吧，对，这是牛。对，路易喜欢喝牛奶。牛奶。最后，我们来说说路易不喜欢吃什么。路易
不喜欢吃什么？好，第一个，路易不喜欢吃，他不喜欢吃披萨。中文一般说披萨，那英语是 pizza 对吗？披萨，但是中文说披萨，披萨，拼音披萨，对。路易不喜欢吃披萨，他也不喜欢吃汉堡包，这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对身体不好，对，所以他不喜欢吃汉堡包。他也不喜欢吃薯条，你看，他不喜欢吃披萨，他不喜欢吃汉堡包和薯条，为什么呢？这些都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快餐，你看到了，快餐，很快 ，eat fast， 快餐，对，他不喜欢吃快餐。路易不喜欢什么动物呢？他不喜欢蛇，路易不喜欢蛇，对，他不喜欢蛇，路易不喜欢蛇，他也不喜欢，还有一个动物是什么呢？这个动物是蜘蛛，路易也不喜欢蜘蛛，对，蜘蛛。还有一个动物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是一些小虫子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虫子啊，他不喜欢这些虫子，比如说这样的虫子，很小的这种虫子 ，bug 虫子，他不喜欢虫子。好了，这是路易不喜欢的动物。路易不喜欢什么运动呢？路易不喜欢游泳，对，他不喜欢游泳，他不喜欢游泳。我们把水涂成蓝色，路易不喜欢游泳。路易也不喜欢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路易也不喜欢跳舞，dance， 他不喜欢跳舞，这是路易不喜欢的运动。最后一个，路易不喜欢喝什么？路易不喜欢喝可乐，他不喜欢喝可乐，对，可乐的瓶子是红色的。路易不喜欢喝可乐，可乐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乐就是 Coke， 可乐。路易不喜欢喝可乐。这个故事是关于路易的故事，他的名字叫做路易。路易今年多大了呢？路易今年22岁。他今年22岁。他是学生吗？他不是学生，他已经工作了。对，他已经工作了。这个夏天，他决定带爸爸和妈妈，就是他的父母，去旅行。这个长头发的是他的妈妈，是他的母亲。这个短头发的呢，短头发戴眼镜的人，是他的爸爸，是他的父亲。戴眼镜的人是他的父亲。他们非常高兴能够和路易一起去旅行。路易小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6到15岁的时候，
他们经常一起去旅行。但是现在路易工作了，所以他们很少和路易去旅行。这次路易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呢？路易要带爸爸妈妈去意大利。对，他们要去意大利旅行。那在他们出门前，爸爸就说话了。爸爸说：“路易，我们的行李准备好了吗？”行李，他们有什么行李呢？他们有一个行李箱，对，他们有一个行李箱，很大很大的行李箱，而且很重很重的行李箱，23公斤，很重。他们还有什么呢？他们还有一个手提包，要手提的手提包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很大的背包，什么叫背包呢？就是要背在背上的背包。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背包。路易说：“没问题，准备好了，1个行李、2个行李、3个行李都准备好了。”爸爸放心了。好，妈妈又说：“路易，你有没有带钱包？你带钱包了吗？钱包，这个钱包里面都是什么呢？钱包里面有钱，对吗？钱包里面有钱，有欧元有的时候可能还有美元。这里还有什么呢？这里还有他的身份证，路易说：“没问题，我都带了。”妈妈又问：“路易，有没有带我们的护照？护照 passport。” 路易说：“带了，没问题，带了。”妈妈又问：“路易，你有没有带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机票？你带我们的机票了吗？我们有3张机票3张机票。”路易说：“带了，放心。”好，现在他们可以出门了。他们打开门，现在可以出发啦。可是他们要怎么去机场呢？他们要去机场的话，我在这里画一个机场，这里是飞机场。我画的不是特别好。飞机场，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飞机，也里有很多很多的人。这里是飞机场，飞机，我在这里要画一个飞机，画一架飞机。这里是飞机场。他们要怎么去飞机场呢？是爸爸开车吗？不是爸爸开车，他们要打车。打什么车呢？他们要打出租车。对，他们要打出租车。对，打出租车去哪里呢？去机场。他们要去意大利几天呢？他们要去意大利待几天？他们要去意大利6个晚上7个白天。6个晚上7个白天。去哪里呢？他们要去意大利玩6个晚上7个白天。我们都知道意大利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国家，而且有很多美食，特别好吃的东西，有很多美食。他们住在哪里呢？路易想让爸爸妈妈去住大酒店。什么是大酒店？
就是五星级的大酒店，很贵的五星级的大酒店，每晚多少钱呢？这种大酒店每晚110欧每晚110欧每晚。每天的早餐是多少钱呢？早餐是什么？早餐就是早上吃的，比如说8点到9点，他们去吃的早餐这个早餐呢是每人10欧，他们是3个人，所以早餐一共要花30欧。多少钱？每天30欧每天。我写好一点每天。可是爸爸妈妈说，路易不要，我们不要每天住在酒店，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3天住在酒店，还有3天我们可以住在民宿。民宿是什么意思呢？民宿就是住在别人家里，比如你可以在 Airbnb 上订到民宿，对，他们要住民宿。所以3天晚上住酒店，3天晚上住民宿。民宿每天晚上多少钱？民宿每天晚上60欧，每天晚上60欧。而且还包括早餐。意大利早餐都有什么呢？他们的早餐有咖啡，对，意大利的早餐有咖啡。还有什么？早餐还有面包，他们还有面包，非常好吃的面包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些水果早上还有一些水果。是的，早上还有一些水果。这样的话，他们3天花多少钱呢？3天，对吗？他们3天一共要花180欧。3天180欧。民宿呢，3天一共要花，我们来算一算如果是1天要花140欧，3天要花多少钱呢？3天要花420欧。对，3天住酒店要花420欧，很贵，对吗？很贵。而且这个民宿非常非常的好。为什么好呢？因为这个民宿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园，很大很大的花园。花园里面有什么呢？花园里面有很多树，花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树。而且花园里面还有一个，我把它擦一下。花园里面还有一个游泳池，还有一个游泳池，他们可以在里面游泳，对，他们可以在里面游泳。那他们在意大利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，他们的旅行非常顺利。现在他们要回家了他们坐着飞机回到了自己家，对吗？他们回到了自己家。可是这个时候，路易发现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他忘带了一个东西，他忘了一件事情，他忘带了家门的钥匙，他忘带了家门的钥匙，所以门能打开吗？他没有钥匙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家门，他不能进家门不能进家门。所以我们要问的是，路易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吗？很细心，很小心还是一个很粗心的人？什么是细心？细心的意思呢，
就是有的人从来不迟到啊，从来不迟到，非常好，从来不迟到。而且呢，做什么事情都很小心啊，都很小心，做得非常好啊，做得很小心，做得非常好，特别棒啊，总是做得特别棒。而且呢，还有什么呢？细心的人啊，他喜欢把要做的事情记下来，für Liste 1、2、3啊，他会记下来要做的事情。这是小啊，非常细心的人，非常细心的人，非常细心。可是路易呢，有一点点粗心，粗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我要迟到了，要快一点，很粗心，他总是迟到。还有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做不好啊，可能会做不好。哎呀，我没有做好，做不好。他喜欢列这个清单吗？啊，1、2、3、4，去超市买东西列清单吗？从来不列清单，对，他从来不列清单，他不喜欢清单这种东西，所以他总是忘记东西，哎，我忘了买这个，我忘了带那个，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粗心的人，比较粗心的人啊，比较粗心的人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，路易的旅行。我们下次再见。